他們才剛見面，男嘉賓卻為何說女嘉賓的項鏈是他的？難道他竟懷疑女嘉賓是小偷？會不會買到同樣的？應該說不會哦。交談還沒幾分鐘，他們怎麼又因為錢的事爭執了起來？3000吧。3000？但他才500多。幾百塊錢了，當時我都不可能的，太少了。男嘉賓手上為何滿是傷疤？他到底都經歷過什麼？你看他的手，他對他如此殷勤備至，可這個女人卻為何偏偏看上了自己兄弟？心目當中，我喜歡，就這個，是他呀。男嘉賓究竟說了什麼，竟讓女嘉賓如此介意？還是比較介意，還有點失望的感覺吧。凡人有喜即將為您精彩呈現。好了，今天我们在人潮如织的街道呢，又開始了我們繁忙的相親工作。那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的女嘉賓啊，她是第2次來到我們有喜了，而且她在第1次的相親，最後呢是牽手成功了的。說起今天的女嘉賓呀，還真是讓人不解。原來早在幾個月前，她就已經來咱們凡人有喜相過親，最後還與男嘉賓牽手成功。當時2人那股熱乎勁兒，也許現在還有人記憶猶新吧。可怎麼時隔幾月，她卻又來了呢？為什麼又再次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呢？帶着這樣大大的問號啊，我們一起請出我們的女嘉賓來問問到底是為什麼。來，有請今天的女嘉賓小象，你好。你好。來，跟我們觀眾朋友打個招呼。就是大家好。本期交流女嘉賓向玲玲，26歲，身高1.58米，職業公司後勤，月收入4000元，婚姻狀況未婚。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女嘉賓，我叫向玲玲，然後今年26歲，然後從事後勤工作，月收入在4000左右，現在和婆婆爺爺一起居住。平時愛好就是唱歌、運動，然後沒事做的話就是在家裡做飯啊那些，喜歡就是研究一下就是美食。我有過一段情感經歷，然後我們是交往了3年，然後後面是因為情感不合，然後他要去外地發展，所以說造成我們兩地相隔，然後就分手了。我喜歡比較高的男生，然後年齡在26到28歲之間，然後有一定經濟基礎。女嘉賓擇偶要求：1. 個子高高的；2. 年齡26至28歲；3. 有一定經濟基礎。為什麼上一次你牽手成功了，這一次又來到我們節目當中了呢？上次跟那個男嘉賓相處的還剛開始相處的比較好，但是然後相處久了覺得他沒電視上那麼表現的那麼好，然後就感覺私底下還是比較小氣，不這麼大方那種，相差太大了。相差太大了。對。那這一次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你在擇偶方面有沒有什麼一些要求上有沒有一些改變呢？改變不大，還是堅持以前的。对，堅持以前的，但是這次我要看他平時就是沒有鏡頭的時候那個狀態。吃一堑長一智了。我想看一下他在真實生活中是什麼樣子，然後會不會大方啊，或者是這樣。那既然如此的話，我給你出一個主意哈，今天我們就讓你先來假冒一下我們的編導，好不好？冒充編導跟我們男嘉賓提前有一個見面和接觸，讓他在最真實的一個狀態下呈現出他的真實的面貌。可以，覺得刺激嗎？感覺很刺激。因為擔心男嘉賓在鏡頭前和生活中會表裡不一，女嘉賓決定先以編導的身份來偷偷考驗一下對方的大氣程度，而這一切男嘉賓都將被蒙在鼓裡。你好，男嘉賓，我是那個編導小王，你在哪裡來的？喂，你看沒看到我們這裡？又掛了，不，過來了。哦。哎呦！
本期交友男嘉賓李朝陽，27歲，身高1.73米，職業金融行業，有車，月收入1萬元。大家好，我叫李朝陽，來自永川的，今年27歲，在重慶工作有6、7年了吧，做金融的。每個月的話，平均收入的話是7、8千1萬左右吧。買那個車的話，才沒不久的，今年買的嘛，新車是雪佛蘭的。現在的話，房子的話這塊的話，因為現在一個人嘛，沒有女朋友，也沒結婚，不知道房子定居在哪裡嘛。等以後結了婚之後，有了女朋友之後再商量。我在重慶幾年哈，身邊結交的朋友這一塊的話還是比較多的。我做人的原則的話還是比較耿直的，對人做人做事這一塊。我對女朋友這塊的要求的話，對長相這塊的話，只要一般嘛，能過得去就行了。只要為人處事能善解人意這一塊，就差不多了就行了吧。男嘉賓擇偶要求善解人意、持家。感覺挺精神的，長得也白白淨淨的，就看以後就是他的價值觀啊這些，性格方面有沒有合拍的那種。是那個的，每期來我們這兒來的那些來都會給女嘉賓帶禮物，然後不需要，就可以走了，他都會給女嘉賓帶禮物，然後你要不要準備一下？啥子禮物？你一般送女生啥子禮物，你應該曉得噻。不曉得喲，我還是跟女子那個送，那個買東西送禮物，這個還高吧？但是你第一次來的話，一般來上來的話，男嘉賓都會給女生送禮物。不曉得買啥子。剛開始男嘉賓的猶豫不決讓女嘉賓很是不快，不過接下來他的表現又能否逆轉這種不利的局面呢？女孩子喜不喜歡那種？我覺得女孩子一般都不喜歡那些哈。不曉得。其實我覺得買個架子，些女兒一般都不能喜歡一點嘛。一般女兒她喜歡自己去買，挑顏色呀，挑一些款式也好。你買給她不是不喜歡。買個梅子算了，簡單一撇頭，嘎，就簡單10万。那個梅子嘛，190元。这就很便宜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买的便宜。达不到这喲。不达这个。确实本案。最高多啊？61.90条。要不买个夹子算了。好吧，快。来宾，选了多久了？我看你好幾個店都穿了幾次了。我覺得那種夾子可以啊，那種夾子。180吧呀？182。182。95全便宜你啊，11的都是不是的不是。那個不能再優惠了嗎？只能打包。再優惠差不多。只能打包。只能打包。好，跟我包起嘛。我先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們展示一下我們男嘉賓精心挑選的這一份要送給我們女嘉賓的禮物，一個小桃心。對一會兒的相見有期待嗎？還是有點期待。那就這樣，我就帶着你精心挑選的這份禮物呢，一會兒去直接給我們的女嘉賓，然後戴在她的脖子上，然後讓她到一個地方去等着你，然後我們給你說個大致的範圍，你去尋找，看哪一位女生的脖子上戴着這一款項鏈，那就是我們的女嘉賓。趕緊再多看兩眼。可如有雷同怎麼辦？他肯定心裡面在想。那好吧，一會兒我就祝你好運，好不好？然後我就先把這個先給你保存了好了哈。剛剛跟我們男嘉賓這樣那個互動了之後哈，你覺得他屬於大方類型的嗎？應該是比較大方的，因為我覺得他買東西的話，就是看了也沒為什麼價格，就直接。看着自己滿意的就直接付錢了，這樣。那你怕不怕他還是說因為要上我們的節目才這樣子的呢？也許會有這種吧，但是目前來看的話，應該是第一印象應該是覺得他很大方。順利通過這關考驗後，女嘉賓終於戴上了男嘉賓挑選的項鏈，興奮地等待着對方的到來。而全程被蒙在鼓裡的男嘉賓能順利地找到目標嗎？同時，他在知道女嘉賓就是這位冒牌編導後，又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這層樓嗎？對，就這一層樓。可以開始你的搜索。
你的那根项链很细很小，然后你就自己根据你的直觉，根据你的火眼金睛，赶緊的出動，不要浪費時間了。杀死你真嘛！你不信嘛？会不会是一样的？不，会不会买到同样的？应該說不會哦。現在都很撞的，撞的衣服都有同樣的，還不得？應該說很少吧。好，那就正式認識一下，來，這是我們今天的女嘉賓小象，這是小李了。好，感覺到很意外，很驚訝的，當時我的感覺。你當時知道是他的時候，是高興嗎？還是有一點？也不是高興嘛，也沒高興，感覺到很驚訝嘛，也有點激動那種。沒有想過她是女嘉賓，一點都沒有想過。好的，看來奧斯卡欠我們整個今天欄目組一個小金人哈，演得太到位了，讓你都沒有識破。然後你覺得這款項鏈跟我們女嘉賓搭嗎？還可以吧，還是非常好看的。現在是不是？你好看，是我好看。都好看嘛，都好看。哎呦！經過幾番考驗，女嘉賓對男嘉賓的好感度那是直線上升呀。不過接下來他們的感情發展還會如之前一樣暢通無阻嗎？是啊，香腸哦。我先看一下啊。吃飯的時候他也是讓我先點菜那種，然後看我吃什麼就是那個，還是感覺他比較大方，還挺照顧人的那種。你家也住在那附近嗎？永川。哦，那你來重慶來上班上好久了？有6、7年了。那個久了呀？就在關前6、7年。你一直是做金融嗎？還是？差不多吧，做金融。你是不是打算長期定居在重慶？現目前還沒這個打算。沒這個打算啊？哦，你還是打算以後要回永川嗎？就是也不是回永川的重慶發展，可能房子的話，可能到時候再談吧。那重慶永川的話，可能大部分是買在永川吧。買在永川。但是你已經在這邊已經站穩了腳步了，你還會回永川，也是從頭開始了喲。從頭開始啊？是啊，你在重慶長期都是發展，然後你又就是以後再回永川，那不是從頭開始嗎？那以後再說吧。以後再說。如果說我們兩個交往的話，以後的話，你願意跟我一起回永川嗎？可能要考慮一下，因為我畢竟在這邊工作比較穩定，然後如果說跟到你去的話，那肯定是要重新找工作，或者是萬一找不到工作呀。如果說以後我們就是比較都是相處的比較好，或者是有打算那個結婚啊，或者那種話，我會考慮。在未來是否會定居重慶主城這一問題上，兩人雖然產生了一些分歧，但女嘉賓的妥協最終還是化解了這個矛盾。可令男嘉賓沒想到的是，很快女嘉賓一個更犀利的問題卻讓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張。我這一個月工資1萬多，還收入也算高的了，然後那一個月你開銷好多，然後有沒有剩？開銷還是有點大，一個月還是要用好幾千吧。那有沒有就是做計劃呀？比如說要存好多一個月那種？計劃還是有那麼一點，有時候計劃那個很快的變成那個啷個說呢？計劃趕不上變化。那我覺得你不是很會理財喲，但你學金融的應該是很會理財的。那如果說以後哈，你結婚了之後，你會不會把你的錢給你的是老婆管？怕他亂花就是那種。我覺得以後如果說成家了之後，就是我來支配比較放心一點。這個沒得問題的呀，可以。我說工資卡全部。全部我給了你，我不在我零用錢了，我把那。但只要說你1個月能跟我，比如說要出去用啊，有零花錢啦，車子加油啊需要有的啦，那塊儿那肯定是要給我的。那你一般一個月都是零花錢有好多呀？3000吧。3000？我們同事一個月零用錢只有500塊錢。Oh no！
我車子一個月加油都差不多要在1800塊，幾個1000把塊了嘛，是嗎？我觉得一个月用人都有点3000。奢其實我覺得2、3千塊錢不多吧，一個月用2、3千塊錢的話，真的不多。对啊，我們同事真的才500塊錢，反正他才500多。一個月他才用500啊，500左右好像是。100塊錢，當時我都太不可能的，太少了，最少都要談錢數嘛，最少2、3千嘛，1000以內的話，肯定我覺得不可能的，就不會選擇和他在一起。太少了，根本就用不出來的1000以內。男人一個月的零用錢到底該給多少呢？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讓原本還交談甚歡的兩人內心瞬間就產生了隔閡。在隨後的時間裡，他們是貌不合來神也離，全程沒什麼交流。而這一切，咱們的特派員也是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呀。來，好像還是走了一會兒哈，來到這裡有點累了。我們那個小象來，我們女嘉賓到旁邊休息一下，好不好？來休息一下，走太辛苦了。哎，我問問你啊，就是我剛剛看你們從吃飯的剛剛一路走過來，好像氣氛都不是特別好了耶。就是這個一個月的零花錢嘛，就是說的話，剛剛說到的話，可能他也可能聽到我說了零花錢這一塊，可能他覺得有點多嘛。但我覺得的話，基本上要用這麼多吧，也不能全部都給嘛，怎麼還是要有一點點吧。那其實這個問題呢，約翰確實是沒有什麼經驗，給不了兩位專業性的建議。不過我們真愛網的專家這一點可以給你們支支招，然後給你們把脈，好不好？我們就邀請那個小象，我們一起上去，讓他給你們一些專業性的建議，好嗎？好不好？來。帶着這個困擾之後，大家來到了真愛網重慶觀音橋店，找到了他們的資深紅娘，希望這位戀愛專家能為男女嘉賓做診斷，打開他們彼此的心結，讓兩人還能繼續走下去。是這樣子啊，因為這個話題的話比較隱私一點，要不然這樣子當那個分開跟你們溝通一下，好吧？那男士這邊我們在房間坐一下好嗎？小象你好，我是真愛網這邊的觀音橋店的紅娘老師，我姓陳，我叫陳丹，以後可以叫我陳大師哈。是這樣子，你的情況剛剛老師也跟我說過，你的情況是什麼原因導致你想要掌握經濟主動權呢？因為現在好像一般都是女生來掌管那個經濟。我周邊好多朋友都是這樣的。然後我之前問了他，我說那個一個月的開銷啊，或者是錢的那方面，我感覺他不怎麼合理。是因為他自己不會理財這塊是嗎？一方面是經濟安全感，另外就是覺得男士如果說沒有經濟理念的話，會擔心以後會在面亂花呀，是吧？對。婚姻說白一點，就是兩個人搭夥開公司嘛，對不對？一起來經營，包括經濟，肯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有這樣子考慮是對的。哎，但是有一點呢，你們知道，就是說妻子的品行決定男人那個生活質量嘛，對不對？其實我倒不建議然後管得太實，我就覺得可能你們可以在進一步接觸之後再去聊這些會比較好一點，是吧？因為畢竟現在完全沒有感情基礎。剛剛就說這邊你又說到，然後因為男士就說關於經濟這塊，你覺得給到男士2000，你覺得可以嗎？我覺得2000還是稍微高了一點。但是你知道現在那個作為他來講哈，因為他現在也是拓展人脈的時候，是不是2000肯定說他是那個最基本的？為什麼？你包括社交呀，是吧？請客吃飯這些肯定是必須的，包括萬一他那個給買點禮物啊這些，對不對？說不定哪天在外面看個包想買給你，結果囊中羞澀買不了，是吧？紅娘的調解果然起到了效果，女嘉賓終於同意了她的提議，答應如果結婚後可以給男嘉賓2000元的零花錢。可是男嘉賓對此又是否有意見呢？這個可能有一點點還是有一點點那種緊急的，是因為那個偏低哈，偏低是吧？他會說是我的零花錢啊，就是給我自己用的。哎，對，
這個沒有包括其他的費用。对呀，就正常你的那个零花錢嘛。正常零花錢2000塊可能差不多夠用了。差不多夠你把了。我那些七七八八都加在裡面，肯定不止用點錢。對，關於說經濟這一塊的話，丫頭這邊我剛才溝通的比較多，他是覺得還是說那邊他挺支持你的一些想法，覺得現在作為男人來講哈，有開銷是肯定是必須的，人情世故嘛，對吧？就關於定居的問題嘛，他是覺得咱們感情穩定之後吧，是可以協商的。你覺得呢？可以是吧？經過紅娘的兩邊勸說，雙方的態度似乎都有所改變。不過他們內心的心結是否真的已經完全解開了呢？不知道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我們男女嘉賓們是否還保持着今天上午剛見面時候的那種興奮勁兒和期待勁兒？不知道經過我們真愛網的紅娘的那個診斷之後，兩個人心中的那個小心結是不是已經打開了？那在此時此刻呢，我們就即將要做出最後的選擇了。最後呢，還是要給你們10幾分鐘的時間，好好的考慮一下。一會兒呢，我們選擇的規則是這樣的，大家看到我現在身後的這2扇門了嗎？一會兒男女嘉賓就各自進入你們的那一扇門。如果說選擇為對方留下來，停留在此刻的話，那你就留在房間裡。如果說覺得還需要再思考一下，好像這個小心結沒有被打開，那麼你開門走出來就可以了，好不好？聽清楚規則了嗎？最近我和你都有一樣的心情，那是一種類似愛情的東西，在同一天發現愛在接近，那是愛，亦不是也許，可不要忘記，你要相信你自己，給我一些類似愛情的。思考的時間雖然長哈，但是呢，我覺得對於他們來說應該還是短暫的。10幾分鐘過去了，我們看看我們男嘉賓是否還在房間裡頭。沒有應我。打開看一下。Oh no！選擇變成是雙方都提了一點經濟這一塊和房子定居的這一塊嘛。但他說定居在主城區的話，在這一塊的話，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協商的，所以說我考慮要慎重一點嘛。來，我們看看女嘉賓是否還在房間裡。再回首。後面他說他如果說以後定居的話會定居在永川，我是想在就是主城區定居，因為我離我家近一點。第一次見面我覺得了解不是很多，只是初步了解，我覺得還是要以後慢慢接觸這樣才行，不能像上一次太草率了。看來我們女嘉賓是人已經離開了，把項鏈是留在了這裡。節目的最後，我們的男女嘉賓選擇了放棄，真的是太好了！謝謝女嘉賓，你終於放過了男嘉賓。說真的，在節目當中你們產生爭執的那個點，聽得我真的是起一陣雞皮疙瘩。我在想，我是在哪個年代？現在還有女人說要把男人身上的所有的錢都搜刮乾淨，並且，你看我的同事，她只給她老公1個月500多塊錢，她老公還活得挺好的。天哪，這真的是在生活嗎？這難道不是那種苟延殘喘嗎？一個男人身上只有500多塊錢過1個月的時候，他的生活質量是怎樣的呢？我想我終於找到了某些那種已婚男同事哈，為什麼會表現出那種很醜陋的狀態？就是聚餐的時候會那種像一個女人一樣扭扭捏捏，或者是在我們都應該集體 AA 制的時候，裝作我不在現場，我去上洗手間了，我忘記了。就是因為某些女人變相的搜刮男人的錢財，美其名曰說我在為我們未來努力，但這樣的生活質量會讓男人覺得這樣的人生有什麼值得一過的？我覺得大家既然是在現代社會，就應該明白一個很重要的道理：經濟是獨立的，我們應該共同來建設這個家。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收入平均的分配，哪一部分是用於共同建設的，但是另外一部分我覺得應該是獨立支配的。男嘉賓手上為何滿是傷疤？他到底都經歷過什麼？你看他的手，他對他如此殷勤備至，可這個女人卻為何偏偏看上了自己兄弟？
心目當中，我選就這個，還是他呀？男嘉賓究竟說了什麼，竟讓女嘉賓如此介意？還是比較介意，還有點失望的感覺吧。凡人有喜即將為您精彩呈現。咱們第一對嘉賓無奈牽手失敗了，那今天的第二對嘉賓又會是個什麼情況呢？還是先來認識認識他們吧。你好，請問你們這裡有一位是王的師傅嗎？有啊，我們大師傅。大師傅啊，在哪裡？这裡。啊，你好，小王。你好。本期交友男嘉賓王獨，31歲，身高1.70米，職業餐館經營，婚姻狀況離異。大家好，我叫王獨，今年31歲，是單身離異來的，然後職業是那個廚師，月收入在5000以上。在廚房炒菜的地方。廚房。對。炒菜的師傅只有你一個人嗎？對，就我一個人炒菜。那平時生意怎麼樣？平時生意還可以吧。那一個人很忙哈。還好吧，還好。是。这里就是我們吃飯的地方。對。哎呦，地方不大哈，但是很乾淨，挺整潔的。平時為人那些還是可以，比較正直，做事情比較踏實肯幹。最重要的就是很誠懇，也很講信用。然後他個人呢也比較勤快。要說的話，以後比如說有哪一個女孩哈，願意跟他在一起過日子呀、創業那些各方面都還是不錯。只要努力嘛，好的生活還是都是有的。找一個老實點的嘛，踏實點的嘛，持家的嘛。如果更好一點的孝敬父母的一些，不要太物質了。其實現實也不要太現實很了，因為他們畢竟生活比較簡單，從農村屋頭嘛，各方面創業還需要一個階段。我都是之前離異了的，有個那個兒子跟着我的，今年6歲了，基本上沒啥子負擔的，都是我父母在帶。我的要求另一半呢都是踏實過日子，女兒有啥子那個任性的沒啥子的，我比較會那個包容。我是一個很優秀的廚師，哪個女孩子跟着我的話，那輩子覺得有口福，然後讓她跟她養得白白胖胖的。男嘉賓擇偶要求踏實過日子。中午一般是不是都是最忙的時候？哎呦，现在正在收钱那邊，好香啊！哦，好多人啊！基本上每天中午都是做買賣的哈。每天中午都是妈媽有翻台嘛。好吃嗎？好吃。这个好师傅炒的很好，也好吃的。这师傅炒的菜挺好吃，真好吃！哎，小朋友都在吃。对。他真的重視，反正昨天晚上半夜瞌睡沒睡着。真的？都是。都準備了什麼？昨天你專門為了女嘉賓去買的？對，這是西瓜。哦呦，天哪！這個是那個葡萄和那個火龍果。太開心了，那夏天還要多吃水果。這是今天早上買的魚，今天殺的。看來你今天是要露一手了。對，我特意為女嘉賓準備的，這是耗兒魚。哦，這都是我的拿手菜，做得比較好的都是這些菜吧。有沒有信心憑你這幾手，然後把女嘉賓征服了？應該有信心吧。一切準備就緒後，男嘉賓決定和哥哥一起去車站接女嘉賓來餐館。看來他對這次相親還真是尤為重視。行，走吧，別讓女嘉賓等久了。好，直線看過去，看見了，怎麼樣？本期交友女嘉賓李娟，25歲，身高1.62米，收銀員，酷愛美食。還行吧。很樸素是不是？來，我們先走過來。不要那種啊，就是那種的可以樸素。來，我們的男嘉賓已經到了。這樣，女嘉賓，我先不告訴你誰是男嘉賓，哈。然後呢，你憑你的直覺來看，希望誰是男嘉賓。你今天的這位男嘉賓，我給你一條線索：炒得一手的好菜，自己呢還要掌勺，所以你可以從他倆的手來分辨
如果是炒菜的话，我觉得胖一点的应该是吧？啊？为什么？因为厨师不是都是胖子，对，就很会吃啊，都是吃货那个样子。但是如果说要你选择，从你心目当中来觉得谁是男嘉賓的話呢？心目當中，我喜歡，就這個，還是他呀？為什麼是他呢？從你的表情看，應該是他，是嗎？不是他，不是，我的表情不代表任何答案，但是我想知道你為什麼覺得是他。就喜歡身材稍微魁梧一點的，然後有安全感。對，好，來，恭喜你，答錯了，他已經結婚了。好，來，我們正式的和我們真正的男嘉賓小王握手認識一下。雖然外星人不是我特別喜歡的，但是要接觸了看下內在呀那些，多了解一下。面包啊，那五官很有氣質，或者看起文文靜靜的，不錯，不錯，適合安家過日子的。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對男女嘉賓。我們的男嘉賓呢是一個廚師，非常的真誠老實，能幹，炒的一手好菜。這些不是我說的，是編導告訴我的。他說這個男生真的是蠻不錯的。至於女嘉賓呢，是一個很斯文的，其實從某種角度說的話，跟我們的男嘉賓的個性非常相似，也是那種比較老實的、很踏實靠譜的那種孩子。那麼這兩個人既然都如此真誠又如此的踏實的話，應該是非常匹配的對象。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第二對能否牽手成功。你看他的手上是因為郵件的，對，那個油燙的。我問一下你啊，他沒猜到你的時候，你失望嗎？沒有啊，不失望啊。而且我告訴你，他今天為你準備了，真的叫做怎麼講，不叫滿漢全席，但是絕對是豐盛的大餐，因為人家已經做好功課，知道你是一個吃貨。非常感謝。那個做一個那個香辣耗兒魚，做一個那個香酥魚，做兩種魚。為什麼做那麼多魚啊？女人吃魚才會變漂亮。哎，對。好，這樣接下來咱們女嘉賓、男嘉賓就正式邀請一下唄。啊，我正式邀請女嘉賓一起去那個我們那個餐館看一下。面對男嘉賓的害羞邀請，女嘉賓欣然接受了。那麼在看到這個小小的餐館後，女嘉賓會有什麼感覺呢？怎麼樣？我覺得很乾淨，很整潔，接地氣兒哈，特別香。好，來，我們先坐下，好不好？好。女嘉賓一走進餐館，男嘉賓以及他的哥哥和嫂子就開始忙得不亦樂乎了。好的，我來要收拾一下你們坐啊。哎呦！你不要看他們店小啊，就生意特別好。我剛才大概問了一下吧，他們每天的營業額就中午這個塊的時間大概就有2000多塊錢，所以我覺得經濟上面呢，人家應該不是問題。而且你也看到他們很熱情哈，對你也很熱情，就哇塞，謝謝，你先吃，甜不甜吧？我覺得他們家人都是還都好的，他人也很不錯，對人很真誠，很有素質的。我覺得男娃兒一技之長也很重要。我本身也是吃貨，想看下他手藝怎麼樣。我跟你講，你覺得人家很老實，你看人家到了自己崗位上那種熟練啊，那種感覺，所以人家說男人在工作的時候最有魅力，不管他是做什麼工作哈。就是看見很專業，在業務上還是挺熟練，挺不錯的，跟可能你最初對他的這種印象感覺有點不太一樣哈。對。看到男嘉賓為我煮飯，動作很專業，還是很加分。謝謝王大廚，哇塞，這個專業廚師一上手就是不一樣啊！你去哪兒啊，王大廚？
就在女嘉宾旁邊站着唄，男人辛苦了要讓女人看到，要不然就白辛苦了。男嘉賓的菜可算是上齊了，而女嘉賓在品嘗後又會做出什麼樣的評價呢？謝謝。很好吃，一定很好吃。怎麼樣？哎呦，什麼樣的感覺？這個肉？就是香辣味剛好辣，但是又不是那種很辣很香，就是很香的感覺，就是令我很驚艷。就是它那個魚，特別的好吃。作為一個吃貨來說，是征服了我的胃。挺高興的，終於找到個能欣賞我的廚藝的那個女嘉賓辦那個。好嫩啊！太能做吃的了。找一個能做飯的老公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兒。想吃什麼他都給你做。慢點吃有吃啊。真的好好吃。哇塞，你們又玩水來了。喝点儿嘛，那个水我喜歡喝啥子？要半天買6次水。那個實在，他也不會啥子，很會說那種哈，就是實實在在跟你形容那種。反正有時候和他在一起，我覺得還是不擔心啥子，很踏實，手藝還是有。我們以前那邊那個門市還是他一手做起來的。當時我們的12營業額，他一天做飯開始賣3000多，做到後頭6000多，最好的天賣了1萬多。你還沒說他倆配不配呢？看起啥子都很好呀。我覺得超配啊，顏值的下很有夫妻相哈，說得快點了就好，真的適合的一對啊。在男嘉賓和他家人殷勤備至的照顧下，女嘉賓對男嘉賓的好感度也開始逐漸上升，兩人眼看就要好事將成。可事情真的會如期望的那樣順利嗎？你平時在那姐還是很累哈，你那個大概每個月收入好多呀？累不是很累，收入都5000以上。你在重慶有好久了哇？以後有啥子計劃沒得呀？在重慶10幾年了，還是有計劃，打算以後結了婚了，還是想個人自己開個店吧。本來畢竟我也有手藝，是不？我平時還是很喜歡出去逛一下啦，看點電影啦，出去耍旅遊啊。你有啥子興趣愛好沒得呀？假如找到女朋友的啊，或者徵求她的意見嘛，或者她假如喜歡逛街的話，要看電影啦，我都陪她吧。我反正都是唯一的都是抽煙哈，不打牌，不賭博那些，還有上網的話很少上網，還有聊天那些的話根本不聊天那些。那你那個大佬啷個沒有結婚呢？我是那個離來的，有個娃兒。What？有個那個男孩子跟到我的，基本上沒啥子負擔的。像我們都是我父母來帶，媽媽來帶。我爸爸呀，1年也找到4大娃兒。娃兒都有了，為啥子要離婚呢？2個人沒在一起吧，還有就是他的話，我們就性格有點不合吧。然後就是我那時走外地出差去了，然後他可能沒在一起啊，沒在身邊啊，照顧不到他嘛，然後可能感覺到有點那個嘛，然後2個都協議的離的婚吧。我之前曉得你有娃那個事，但是不曉得跟到哪個。還是比較介意那個跟到你的那個情況。Oh no！ 他當時聽到有點介意的話，這心裡面還是有點那種吧，有點失望的感覺吧，是吧？畢竟說我也是結過婚的、離婚的，還有娃兒，是吧？其實只有娃兒跟到我的話，其實啷個說啊？你也用不着啥子介意，之後我也沒帶的時候，父母那邊現在都個大了，是不？大概5、6歲了，在讀書。基本上沒啥子負擔的，就是我們只要計劃你選擇的話，我們在一起以後也用不着很大的負擔，真的。就是以後結婚了的話，娃兒他住到哪點哪個來帶呀？現在只想找一個安心過日子的，然後個人自己有點那個吧，想個人自己創業那些，主要是現在就是想找一個
談得來的，合得來的。那你們娃娃以後跟不跟到你們住啊？以後可能大了的話，暫時可能不跟他住吧。以後大了的話，父母管不動了呀，之後看不住他了呀，可能到时候要接来身邊的個人管吧。我曉得他有個娃兒，先一直以為沒有跟到他，但是後來曉得是判給他的，然後以後可能還要在一起住，那一點還是比較介意。Oh no！一個能幹的男人，會做飯的男人真的是太重要了，就像撿到一塊寶一樣。所以呢，希望我們的女嘉賓能夠慎重的考慮。現在呢，兩位請坐下。接下來呢，會給兩位最後1分鐘的思考時間，因為剛才大家呢通過見面聊天以及親友團的鼓勵之後呢，相信自己心中已經有明確的一個決定了，所以最後的1分鐘自己去思考要不要和這個人在一起。如果願意的話，我們的男嘉賓手上的手機信息請發送到女嘉賓手上，是你願意嗎？女孩願意的話會回復3個字我願意，但是如果我們的女孩不願意的話，會回3個字对不起，以示他們今天牽手失敗。所以接下來2位嘉賓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準備好了。OK， 最後的選擇交給你們。當你愛我，愛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夠。當你愛我，愛我，也許只有。他如果選擇到我願意和我們交往下去的話，我可以那個說吧，讓他那一輩子的話還是比較幸福吧。也許早該說，你說什麼？唉，好，我們來看一看結果是什麼。男嘉賓，你發的信息是？我願意。女嘉賓，你回的信息呢？對不起。原因是什麼？這麼一個優秀的經濟適用男，就是還是比較介意，就是孩子跟到他這件事情。因為還是有小孩的問題，所以讓你覺得可能在未來組建家庭的問題上會有一個障礙。對，好，他沒有做好心理準備，會給你們以後的家庭造成很多的矛盾，希望你能夠理解，好嗎？就是男方看起來還是很耿直的很好的一個人，就是還是可以以後做朋友。對，那就像朋友一樣握握手吧。這是一個女方認定我們很難做工作再走到一起的事情，但是不能夠因為這樣一件事情去磨滅掉我們小王的優秀。我蠻理解女嘉賓的這種想法的，因為她畢竟是未婚嘛，然後要接受這麼一個大兒子哈，可能心裡會有障礙。同時呢，我想跟男嘉賓一個建議，就是說男嘉賓說沒有問題，我的孩子不是一個負擔，因為他跟爺爺奶奶一起生長。其實我覺得不好，你應該想一想，如果說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最好把兒子接到你自己身邊，跟你一起生活。儘管說哈，如果兒子不在，你的下一段婚姻的開始會順利很多，但是不可能兒子在老家就不成為你的義務和責任了呀。如果他10多歲在失去父母的監管之下，就是在爺爺奶奶這種陪伴之下長大，他有可能他的心理方面或者是學習方面並不是特別理想。那個時候一個大小伙子，那才會成為在那個時候再成為你人生的負擔，你不覺得更嚴重嗎？所以我真誠的建議你，條件合適，最好把孩子接到身邊一起生活。我相信，如果說一個善良包容的女性適合你的女性的話，她也會覺得這個孩子並不是一個障礙。希望電視機前單身的你能夠撥打我們的熱線電話68615868聯繫到他。同時，如果你也想參與到我們節目當中，除了可以撥打我們的熱線電話之外，還可以。節目的最後，今天的男嘉賓果然是抱得美人歸，牽走了我們的周思雨哈。這裡呢，想送給他2個字，就是你的真心真的換來了真情。大家可能會注意到一個感覺，就是你不管他是怎樣的詞不達意也好，或者唱歌破音也好，
你会發現他對女嘉賓是有一種非常非常澎湃的真心在裡面，那種真心會讓女人感受到這個人的誠意，儘管他可能有一些很笨拙的地方，有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可是只要是兩個人的大的方向是合適的，女生不會去在意他可能沒有親友團帥啊，或者是有些細節做得不夠好，比如說沒有讓他喝水，周思雨也提到這個問題，還擔心以後會不會不夠體貼，其實不會的，因為我們知道有的男嘉賓是因為吝嗇不想請你喝水，而有的人真的是因為盡情情切，他太緊張了，所以真心送給我們今天的男嘉賓。好，現在來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對能不能像我們的第一對一樣那麼順利呢？他看過3000本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他，為何會遭遇如此評價？哎天哪，那個舉例子哈，好模糊喲！媽呀，你我說的好高大上的問題啊！我覺得白話文好理解些。男嘉賓究竟做了什麼，讓女嘉賓如此不滿？我不是很想錄了，我覺得沒好意思的，我還不如早點回家。凡人遊戲即將為您精彩呈現。愛情要爭取，為愛不放棄。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凡人遊戲，我是相親特派員林歡。那首先呢，要感謝摯愛一生幸福儀社周致富珠寶提供的獎品贊助。那同時呢，還要感謝二điều珠寶對於本欄目的特約播出。我們今天來到節目當中的男嘉賓呢，可以說是一個優質的大齡單身男青年啊，而且這個男嘉賓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很喜歡讀書，他的閱讀量是超過了3000本以上吧，範圍也非常的廣，可以說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這位這麼棒的男嘉賓是誰呢？我們先把他請出來。大家好，我叫高萬杰，然後今年是35歲，然後我是在國企工作，然後從事那種技術分析方面的工作。本期交友男嘉賓高萬杰，35歲，身高1.75米，職業國企員工，月收入7000元以上，婚姻狀況未婚，有車有房。我覺得我最大的優點就是，然後我畢了業之後，10年能夠堅持一直一個讀書一個自學的一個好習慣，然後大概我現在可能閱讀量大概在3000本以上的那個書籍量。我覺得我看過比較好的書有，比如說《時間簡史》，經濟學原理，還有一些那種歷史方面的書籍。我覺得看書可以對一個人的幫助很大，而且體現在方方面面，細節到一些家庭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上面，很多東西都是在看不見的一些東西在起着一些決定性的作用。現在看到我們的第二位男嘉賓，顏值是不錯的，雖然說眼睛跟眉毛之間就像錢鍾書在《圍城》裡面形容一個小孩子那樣的，說眉毛跟眼睛之間遠的有點還相思病，但是我們知道這種相貌呢其實蠻討喜的，就是他五官很端正嘛，然後加上男嘉賓的職業呢也是國企，收入很穩定，愛好呢又是看書，而且博覽群書達到了3000本以上。天哪，這麼好的男人為什麼會找不到女朋友呢？每當我看到這樣的人的時候，就覺得他背後肯定有很大的一盤棋，不知道有什麼樣的坑等着大家去跳。所以我也很有興趣看一下我們今天的節目會不會是一個揭秘發現之旅，男嘉賓為什麼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剛剛在一開場呢，我用大篇幅的來介紹了你啊，主要是因為我對於你這種超大豪華容量的閱讀量真有點膜拜哈。你給我介紹一下吧，你都看過哪些方面的書籍？歷史吧，政治吧，經濟吧，金融吧，然後天文，這些都差不多。還有呢？都看過。都看過。那你这擇偶要求當中哈，不用說什麼膚白貌美啊，就是基本要求了。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就是比較有才藝可能會好一些。才藝？對，比如說外語啊，比如說會一點舞蹈啊之類的。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要求啊？沒有啊，我就是覺得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的一些愛好啊。那你的愛好，你的特長是看書？算是其中之一吧。生活中特別喜歡看書的男嘉賓，對另一半的選擇最看重的一點，就是希望對方能夠有一門才藝，例如會唱歌跳舞，或者會一門外語。而今天我們為男嘉賓選擇的這位女嘉賓，相信不會讓他失望。
Konnichiwa，私は幼稚です。26 years old。大家好，我叫叶蕊。现在今年是26岁。目前来自同良。目前自己是做自己经营一家化妝品店。本期交由女嘉賓葉瑞，26歲，身高1.60米，職業個體經營，月收入6000元以上，婚姻狀況未婚，現居住地同良。長得不帥，很乖，但是也看得過去，所以說希望你也不是說長得很帥，只要順眼就得行了。我的收入也不是很高，但是養活自己也還是可以。所以說希望你也不是說不希望你經濟條件有好不好，但是到某一天我如果失業了，你也能夠把我們兩個養得走。我們的編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心，我相信我們的編導一定是熟讀《聊齋》的，因為他今天安排給男嘉賓相親的是我們這一位女嘉賓。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位女嘉賓的相貌豔麗，然後身材非常的好，整個人的氣質是特別的嫵媚優雅的那一種。我必須告訴你們，但凡那種熟讀的越多的男人，越喜歡這一款。看看《聊齋》裡面的套路，書生是不是都很愛豔女？我們的女嘉賓就是這一款，不信走着瞧。那今天給你們安排了一個比較特殊的見面方式，給你找了一家書店，你去裡邊自己先挑一本你比較喜歡看的書，我會把女嘉賓約到書店，讓她來尋找你，好不好？看看你們兩個有沒有這樣的緣分。可以啊，可以。人群中步履匆匆，追不上放假收工，理想被堵在晚高峰，情緒和耀眼的霓虹，樂呵和發瘋，旁邊離家點洋蔥，創意讓自己感動，口袋裡有一個破洞，這樣的笑話要留給疲倦時放鬆，快樂就只在村中，窮開心，麻煩是苦也沒有。請問一下，那是今天的男嘉賓嗎？對，是。你好，你好，你好。我叫高杰，你叫名字？我叫葉蕊。什麼妍吶？葉蕊，樹葉的葉，少數三個弦。蕊，哪個蕊哦？花蕊的蕊。哦。看來看書。隨便發點。隨便發點。差不多呀。我平時喜歡看書啊。都好吧，都可以。但是周末的話，比較來逛書店的次數比較多。當時走進去一看，都感覺可能都是那麼一個人。然後後頭上去打招呼，感覺第一印象還可以嘛。我的對女嘉賓你的第一印象是女嘉賓的身材非常的好。我覺得應該還是女嘉賓的外形應該是符合我的標準。走去喝咖啡嘛。見面之後，男女雙方對彼此的印象都還是不錯的。男嘉賓也是抓緊等電梯的時間，迫不及待地關心起女嘉賓來。我8點我到的3點半。到3點嘛，就車過來哈。吃早飯的噻？是啊。那我們現在去喝杯咖啡嘛？坐下來聊一下天兒，反正天氣也很熱。可以。都是個喜多哈。有沒有什麼不喝的？什麼口味都可以嗎？都可以沒。那我就自己點了哦。一個草莓酸奶嘛，一杯那個香草拿鐵嘛。香草拿鐵啊？哎。你想找一個哪種樣子的嗎？我想找一個，可能我比較喜歡那種稍微偏瘦一點的。那為啥子你35歲還沒結婚呢？這個問題我已經回答過了。你可以跟我說了嗎？那我就再回答一次，好不？好嗎？好。你練習過程當中有任務、有重要的事情和不重要的事情，對不對？有重要的事情你會準備得很充分。意思都是在之前你會覺得它不重要，然後現在年齡到那兒你覺得它重要了。不是那個，你理解錯了。那你說的直白點嗎？直白點啊。我覺得白話文好理解些。白話文。
外号但是我觉得我以前可能还成家方面可能还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那意思就是现在好了。我觉得是吧？我觉得是。你觉得好哈？是哪些方面呢？比如说你在哪些方面你觉得你准备充分了呀？哎呀，这个你这个套路太深了，我觉得你给我挖坑了，你实在。没有哈。喝点咖啡了来。你那个绝对是挖坑，我跟你说。没事，你可以慢慢喝，喝点继续说。好，接着刚才回答的那个问题。好，继续。虽然是个坑儿，但是我也跳了。跳吗？还是举个例子给你回答好了。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是做什么化妆品的，对吧？你会把这个利润做上去，对不对？哎天哪，你那个举例子哈，好模糊哟！你能够回答的真的是太模糊了。好吧，那我再直白点回答你哈。比如说我做技术的，啷个把那些，你是不是以前学文科的？我发现你文科那个打比喻那一点的话，你们老师教的非常好，真的。当说到一些比较具體的事情上面，然後至少我問了4、5遍，他都反正一直給我打太極。其實那個道理很好理解啊，因為很多東西說了你也不知道啊，就相當於都等於說是一個，都等於說你那個問題都問你去問一個主治醫生，然後你去問那個手術是啷個做的，醫生都給你解釋一遍那個手術是啷個做的，你也了解不了啊。對不對？我都覺得可能說他來說的話，沒有抱着那種比較真誠的心來對待那個問題。我覺得那一點的話，我是非常介意的。剛才通過我跟女嘉賓的溝通，我覺得他應該明白我的意思。你覺得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覺得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從我們見面到現在來說的話，哈，是我們剛開始肯定要說寒暄呀，比較認識一下。但是之後的話，他就喊我們的二來，然後對於無論是工作人員或者說其他的話，好像他都沒有無暇顧及那種。從一開始到現在，他只是問我吃沒吃早餐，但是那時候都已經是12點過了，到現在2點鐘，他也沒有問過我到底餓不餓呀，或者是其他的哈。我覺得那一點上面的話，其實我還是有一些想法的。男嘉賓耍太極回答問題的方式讓女嘉賓很是頭疼，而到了中午2點，男嘉賓對吃午飯的事情依舊只字不提，讓女嘉賓更加失望。接下來，男嘉賓能否扭轉這不利的局面呢？你怕是點兒東西沒吃的，可能要去吃個飯咯。簡單的吃點兒，連個點兒東西都不吃，可能人就受不了哦。真的呀。可是剛才你都沒有主動提啊。我有提啊。有提嗎？他問我早上吃了沒，我都吃了。吃早飯的啥？早。你們沒早上，現在已經是中午幾點鐘了，大哥？1點多了，1點10分了。就是我剛才點那個酸奶的呀。酸奶那是午飯嗎？你說我在減肥，我吃這個還好。人家姑娘這麼瘦，要不要喝個酸奶當午飯？漢堡可不可以嗎？不用了嘛，你看嘛，我都吃過了，我也酸奶差不多了。我就是怕你處於那種很餓的狀態，對吧？就如果你酸奶了，就你的意思就是，如果說他不餓，咱就可以不吃。我覺得女嘉賓餓了，他就說餓了；他不餓，他就說不餓。誰告訴你聽的？人家女孩子就沒有矜持的一面嗎？那我又學習了。那你餓嗎？我覺得我剛才已經吃了。啥味兒？抹茶。好。我偷吃一點點。沒事。我也沒吃過那種綿密，我偷吃一點點。還不講究嘛，反正出來要求不要太高。男嘉賓在吃午飯這個問題上哈，我覺得他做的是非常的不好，因為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他自己非常的餓，因為在跟女嘉賓做那個個人採訪的時候，男嘉賓一直在那裡吃女嘉賓的酸奶，吃那些他們點的所有的東西，明顯他自己也餓了，但是為什麼沒有去安排吃飯呢？我覺得不是那種所謂的直男思維說，哎，女生你說沒餓，所以我不安排，不是的，而是我在想，他是不是覺得，哎呦，那麼多工作人員哈，我是不是要自己承擔呢？所以乾脆我們喝點什麼就差不多就得了。你不要覺得大家看不出來，好吧，都是成年人，尤其是女嘉賓這樣的女孩子，我相信追求她的人也不少，一瞬間就會露出馬腳的。如果真的不想吃的話也沒所謂，那看看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想要安排的活動或者事情，打算怎麼就下一步幹什麼？下一步？我看一下哈，這邊就
可以去唱唱歌，可以吧？看你的日语歌怎么样嘛？天堂，不好意思，是你上我来表现下来哈。哎呀，难听呀！好，没事。可是我这个女，我就等一下儿去唱歌，可不可以？吕小兵他说他平时可能不太去唱歌，这里除了唱歌还有什么玩的嘛？那接下来唱歌呀？你会不会唱嘛？你唱谁的歌？你搞得我都開始懷疑人生了，我都只能說不唱了。啊，唱嘛！我的意思是，反正唱歌跟耍那些都是一樣。沒有，我覺得遊樂場也可以啊。正當男嘉賓跟編導商量接下來邀請女嘉賓做什麼的時候，女嘉賓也意外的出現了。你們如果要唱歌的話，過了一下他們找我事。等一下吧。那我們來起來，我不是很想錄了，我覺得沒好的意思的，我還不如早點回家。啊，為啥子啊？我覺得男嘉賓不是說還要請你唱歌的嗎？我覺得沒得好多繼續接續下去的一個那個的了。剛剛我採訪你的時候，你還沒有說那個的嗎？你現在是因為啥子原因？可能我覺得對他各方面的表現的話哈，不是特別滿意，然後我覺得有點比較浪費時間的。你是不是很餓了？也不是實話，但是我覺得我還是有點介意，因為我們都那麼子說了哈，好多都說了很多遍了，是吧？都說女孩子都是口是心非，我承認哈，確實我那時候也不是很穩，但是你應該有那麼一個表示。而且還有一個，我覺得出來之後哈，作為一個那種情況的話，我覺得大家都很辛苦。我覺得應該大家坐起一起吃個飯吶，或者是很簡單的哈，我不要求說很那個，但那點都沒得的話，可從另外一個角度，我覺得那人是不是有點摳，或者是他的一個方面經濟水平達不上。我覺得有些不適合的話，都沒得必要去浪費其他的了，是吧？那你現在都是要走了嗎？我去跟男嘉賓說一聲嘛。媽媽，你親自跟他說一下嘛，不要說。好嘞。那個我還有點事情，我都想走了。哦，這樣啊。好吧，好，有嘞，可以。跟男嘉賓今天的約會就是到此為止嗎？我的意思是，男嘉賓呢？男嘉賓的態度呢 ？OK， 我覺得我接受。因為你一直跟我們表達的是你對女嘉賓其實還是有很多的好感，對不對？如果說你真的覺得女嘉賓還挺不錯的，也挺符合你的要求的，那是不是在這個時間，你做出一些你的表示？那麼我送他一程。你怎麼送啊？比如說送他去坐車站。雖然對於女嘉賓中途離場，男嘉賓表現得毫不介意，但接下來他還是找到了女嘉賓，再三確認。你是真的有事要走了嗎？你在哪裡坐車啊？我沒得事，我等會自己過去的噻。沒有，我送你是吧？不用，我自己去的噻。遠不遠？不遠。你不要客套哎，其實。一點都不客套。好嘞，辛苦你們了。沒有嘞。稍微送你一下，送嘞。還好，心情沒有受影響吧？沒有。今天又麻煩你大老遠的從同良過來。行，那你要注意安全哦，因為我們這邊還有拍攝要進行，好不好？我就不送你太遠了啊，辛苦你們了哈。沒事，你去吧，我看着你走，去吧。沒事，我走這邊。OK， 好，拜拜。節目的最後，男嘉賓非常爽快地答應了女嘉賓立即就走的要求，而且那麼豁達哈。其實我覺得那個不是裝出來的瀟灑，而是我相信男嘉賓在生活當中已經習慣了，如果你拒絕我，如果你無心，你既無心我便凶。我覺得他把自己的那種瀟灑全部用在分手的這個場面上了啊。在這裡呢，想給他的一個建議就是人之常情。我覺得男嘉賓身上非常缺乏那種人情世故的練達。所以我在節目開始的時候就說啊，一個人如果說看起來那麼優秀，有車有房啊，工作穩定啊，然後外形也不差，而且愛好也很高雅，但是為什麼他35歲還沒有結婚呢？背後肯定有很大的一盤棋或者一個巨大的坑。果然是這樣的，我們可以看到男嘉賓之所以沒有辦法在自己最美好的年紀遇上最美好的人，首先說話是一個問題，他已經
不習慣以正常的方式来表达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难道是书读多了吗？我觉得书读多了不应该是这個樣子哈，說話是繞山繞水，而且詞不達意，比喻非常的不恰當，反正就是讓人覺得你不好好說話。這一方面，我覺得任何一個女人跟她在一起生活會覺得很累，因為沒有辦法正常的、直接的進行溝通。第二點呢，就是男嘉賓其實非常的摳門在他吃飯的這個環節當中的安排，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儘管各種掩飾但是我們還是能夠敏銳的察覺出，其實他就是在經濟方面其實蠻計較的。因為我們知道男人不會在2點鐘的時候問你餓不餓呀，你說呢？我都要餓死了，好吧，你還來問我餓不餓？這個是你該問的問題嗎？綜上所述2點，一個是不好好說話，一個是那麼摳門，所以35歲沒有結婚也是人之常